美国新一代战略轰炸机 B-21突袭者自2022年12月2日发布后，又有新消息放出。最近在美国空军与太空部队协会年度研讨会上，美空军参谋长布朗上将发布了 B-21隐形轰炸机首架原型机的最新照片，这标志着 B-21项目的最新进展。这些照片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姆代尔的空军42号工厂厂房外拍摄。和发布会上的照片比，发布会只有正面照片，这次公布的照片从侧面45度拍摄，可以看到侧面更多的细节，但后部还是未公开。这些照片揭示了 B-21隐形轰炸机的一些关键特征和设计细节。在原型机前主起落架舱门上已经标有序列号0001，表明图上这架是1号原型机。后起落架舱门上标有 ED 字样， ED 代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，这表明这架飞机即将在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飞行测试。机头前方长针状物体是大气数据探头，这个探头指向机头前方，角度略微向下，将在空气动力学测试和 B-21的首次飞行时收集重要的大气数据。那为什么这个探头角度向下？这可能是 B-21在飞行状态时机头是略微向上的，这样探头就朝水平方向了。驾驶舱前面的2条条带应该也是空气数据传感器，这个类似于 B-2上的设计。在机头下方和机腹两侧多个方形开孔，应该也是用于放置各类传感器。诺斯罗普·格鲁曼公司的电子扫描多功能可重构集成传感器 MRIS 可能也放置其中。该系统具有雷达、电子战和通信功能，并可将这些功能整合到单个传感器中，从而减小了尺寸、重量和功率要求。B-21的驾驶舱与 B-2相比，看起来与机身结合，更具有流线型，顶部收窄比较紧凑，看起来相对较小。B-21的驾驶舱窗口具有独特的形状，那是因为它的这个窗口是贴合着驾驶舱外壳的曲线弧度做的，曲线弧度明显的话，窗口就是这种形状的了。B-21的发动机进气口和 B-2相比几乎没有凸起，看上去和机身完美融合，整个机身看上去更具流线型。这种隐藏雷达特征的设计有助于提升 B-21的隐身性能。至于 B-21到底使用了几台发动机，到底是2台发动机还是4台，目前还未透露。此前比较多的说法是使用了2台 F-35同款的普惠 F-135涡扇发动机， F-135涡扇发动机的推力大概在130千牛左右，2台就是260千牛。B-2使用4台通用 F-118涡扇发动机，单发推力77千牛，4台总共大概300千牛。看起来 B-2的发动机推力要比 B-21大 15%， 但考虑到 B-21要比 B-2小，美国空军协会根据图片估算 B-21的翼展为41米到47米，机体长约15到17米，与 B-2的52.4米翼展、21米的机身长度相比，翼展小了 12% 到 20%， 机身长度小了 24% 到 28%。这2种飞机都是飞翼布局， B-21翼展与 B-2相比差距较小，机身长度的差距较大，所以 B-21的展弦比 B-2的更大。在相同情况下， B-21的升力系数将优于 B-2， 再加上采用了可减少诱导阻力的机翼前缘扭转设计， B-21的升力和阻力特性应该都优于 B-2。 所以就算 B-21使用2台发动机总推力小于 B-2 4台发动机推力的情况下，但由于 B-21机体缩小，载弹量减少，重量减轻，飞行性能提升， B-21还是能够达到 B-2的速度，最大速度 0.95 马赫，巡航速度 0.8 马赫，而且可能会具有更大的作战范围。B-2在弹药半载的情况下，可以在不加油的情况下飞行超过12000公里，轰炸机可以通过限制载弹量来增大航程。美国空军希望 B-21无需加油即可到达世界上的任何目标，这是因为美军认为在发生和世界末日的最坏情况下，可能无法使用加油机来给轰炸机补充油量，所以 B-21的航程作战半径很大可能超越 B-2。 B-21的后起落架机轮数量与 B-2相比减半，只有1对机轮，机轮尺寸也有所减少，这也是和 B-21机体缩小、总重量减轻有关。B-21的飞行控制装置
包括3个外侧襟翼和1个内侧襟翼，主要用来控制飞行姿态。据推测，还包括1个 W 型后缘。这与 B-2 有所不同。B-21 的设计更加简洁 ，B-21 的具体结构还是要等完全解密才能得知。驾驶舱顶部可以看到有虚线标记的区域，那个是弹射逃生窗口。在弹射逃生窗口后方有一块黑色区域，那应该是空中加油口。和 B-2 一样，空中加油功能是战略轰炸机的标配。B-2 上的加油口也在相似的位置。B-21 突袭者是在开始于2014年的美国远程攻击轰炸机 LRSB 计划下开发的。2015年10月27日，美国国防部授予诺斯罗普·格鲁曼公司该项目的开发合同。B-21 的命名代表了21世纪的新型轰炸机，而 Raider 这个名字则取自第2次世界大战中杜立特突击队，象征着出其不意进行突袭的能力。这是隐身轰炸机的一个关键特征。B-2 作为美国空军现役主力战略轰炸机，在服役20多年后依然先进强大，但是其维护和运营成本很高，单机造价24亿美元，使用成本每小时16.3万美元。随着其服役时间的增长， B-2 的部件和材料在市场上已经不再容易获得，维护和修复变得更加复杂和昂贵。B-21 被设计为成本效益更高、更容易维护的飞机，从而降低长期运营的成本。B-21 被视为美国空军未来战略轰炸机机队的基石，它将逐步取代现役的 B-1B 和 B-2 战略轰炸机。美国国会公布的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了 B-2 幽灵隐身轰炸机将在2031年开始退役，而具备超音速突防的 B-1B 枪骑兵则将在2032年全部退役完毕。B-21 被设计为多用途飞机，具备模组化设计、高科技武器和无人机协同作战的能力。B-21 将具有更好的隐身性能、更大的作战半径、更高的飞行高度以及更先进的传感器和武器系统，可以执行不同类型的任务，而不仅仅是隐身轰炸，还能进行防区外打击、敌后作战、侦察和电子战等。这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实用性，可以根据需求快速调整。诺斯罗普·格鲁曼公司表示，这架原型机已经进行了全机通电测试和发动机启动测试，在2023年底将如期进行首飞。美国空军计划购买100架 B-21 突袭者战略轰炸机， B-21 将在2030年左右形成作战能力。这架尖端轰炸机有着出色的生存能力和强大的远程纵深打击能力，对潜在的敌方具有强大的威慑力。而战略威慑力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。